当我们进入了西班牙的托雷多 （Toledo） 啊，哇哦！现在从托雷多的这个上面呢，制高点阿卡扎堡，在这个城市的制高点对家看这一个托雷多，像中古世纪一样浪漫的古城，世界文化遗产，它离马德里非常的近。这个地方我非常非常的推荐因为走进来这里面，完完全全可以感受到建于罗马时期在西班牙有罗马时期的建筑就在这里所以你看这条河蜿蜒的把这个 Toledo 这个城市呢，把它包围了起来，天然的护城河。它1088年到1561年曾经是卡斯提亚王国的首都，500多年的历史首都 Toledo 原本是一个首都那它是完整的古城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的世界文化遗产那在这边你将可以感受到另外一个感觉。你以为现在的首都在马德里，但是之前的首都其实西班牙有很多的地方都曾经担任过首都那我们今天就慢慢走吧。这一路我们的西班牙、葡萄牙、摩洛哥之旅我们将可以畅游最完整的西班牙、伊比利半岛加葡萄牙、摩洛哥，历经了罗马人、摩尔人不同的统治历史，旧城区里留下了非常不同风格的建筑，这也就是 Toledo 它吸引人的地方。漫步在旧城区的小巷弄当中，这一趟我们在3月份体会到了春天一年四季的变化那尤其是西班牙有一条叫做唐吉诃德之路的观光路线，这一趟我们也有走所以呢，这一趟是完整的西班牙之旅建于13世纪的主教教堂，也是我们等一下将会去看到的 Toledo 的大教堂，也是科德式的天主教教堂那在这里面真的中世纪的托雷多，中世纪的这一种建筑风格，在这里分割成了犹太区还有呢天主教区，还有摩尔人区域所以来到这边，你就可以看得到这几种完全不一样的建筑风格呈现在这一个城市里面。我们刚刚是从山上看这个托雷多的全景，现在我们走进来托雷多的城市里面经过了护城河，走进来这个城市里面，看到这个城市它整体带给人们的感觉那非常有名也非常的经典我觉得它本身这个地方它所做的比什么？你看这种八角形的窗有没有？这是标准的摩尔人建筑所以呢，你知道欧洲如果有看到这种凸起来的窗户，其实就是从北非卡萨布兰卡这个地方带来的北非风情，它把它融合了西班牙的建筑，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八角形的窗户，再加上它底下用的所谓的这一种瓷砖，这个瓷砖呢上面所雕塑的其实是伊斯兰风格的这一种图案，这也就是标准的托雷多的风格。托雷多离马德里非常的近，托雷多这个地方是非常值得来观赏的一个景点。走在这个古城里面，马上可以感受到中世纪的西班牙。我们来的时候正值春天那风也很大。现在所看到的这个点是哪个点呢？也就是在托雷多里面最著名的托雷多大教堂。这个教堂呢，也是可以说是托雷多里面的精神所在。它最精华的艺术作品，就以前在欧洲最精华的都盖在哪？都盖在教堂这个毋庸置疑所以走进教堂，你可以看得到这个主教教堂
带给你的13世纪的主教教堂，哥德式的天主教教堂。走进来里面呢，光还没走进去啊，它的外观就非常的细致，令人震撼，令人惊叹啊！来，这一种多国多文化的国家，你就是要静下心来，细细的品味它，品尝它，感受它。教堂内部完全不输外部哦，彩绘玻璃、细致的雕刻，你看这外面，哎呦天哪啊！这是我最喜欢的建筑风格，所以很多人来到托雷多，可以感受一下西班牙3大教堂之一。它曾经在回教时期哦，是变成清真寺哦，内部哥德式的装饰，主礼拜堂相当的华丽。这也是西班牙教堂当中最给人家不同感觉的。那教堂里面看画，这一个托雷多大教堂里面的展览非常的震撼啊。西班牙著名的画家格雷科定居于这里而声名大噪啊。那相关的历史、宗教地位，托雷多都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长久以来，托雷多结合了基督教、回教跟犹太教的文化精华，被称为3个文化城。所以当今来对你也在看了基督教会搞个犹太教的文化精神哦。然后尤其是在这里面，你看呢，这一个哇！这个金碧辉煌的东西皇冠啊，圣十字架啊，前面的耶稣啊，哇，这里面的都摆满了，几乎是宝物啊，非常非常的珍贵哈。这个孔金跟包银镶满宝石的皇冠，还有后面这一个像是托雷多的圣体显示台，高达3公尺的这个供台，摆满了多少？你知道，200公斤的金银宝石装饰。就在这一个这一个叫做圣体显示台这就是你这礼拜以前利用的基本上呢，给它框起来现在呢不一样了啦那在这里面呢，还有珍藏的原稿手写文都在这里面。在这里你可以看得到彩绘玻璃，哥德式的教堂庄严而又隆重，从顶端的圆点的彩绘玻璃透出来的光线很迷人，包含了地上你看得到以前的主教教堂就埋在这个地方啦那随意一个角落，其实这个教堂都非常的美。托雷多大教堂里面有4个大重点：宝物室啦、唱诗班的雕刻作品等一下我们就往唱诗班那就前面那个地方转过去就是唱诗班的德兰德丘比现在我们走在它的外围那唱诗班呢，也是在托雷多大教堂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景点之一还有刚刚我们所看到的那个宝物室它的皇冠等等，在这里几乎你都可以看得到那中央的音乐台就在这里，唱诗班在不同的时期完工的。上下2个部分，底部是1426年由德国来制造的，上方的铜音呢，则在1664年来完成的这个就是唱诗班。欧式的管风弦乐，欧洲的钟表，欧洲的音乐，欧洲的管乐，总是令人赞叹不已。这么久以前他就能做出这种东西，真不简单那听说在唱诗班的座位上面还有秘密通道不简单唱诗班后面的主教堂原本也是给天主教双王以及众国王的陵寝壮观的主祭台，你看看，哎呦，这个就是主祭台啦这个整个主祭台呢，包含了5座的主殿，金碧辉煌，中央的神瓮刻画着耶稣毕生的故事。科雷多大教堂可以说是在你参观过教堂当中非常值得，这个是玛利亚非常值得参观的那还有圣职者室等等呢，这4大名字呢都是在这里面非常值得一看的，还有包含很多画作，耶稣生平的壁画都雕塑在科雷多的大教堂虽然有时候我们看起来，因为我们不是天主教，我们也不是基督教的话，我当下看不讲的宗教我们会看起来，那看不没要紧，咱得看动这美术馆看看那种美丽的壁画，看看这美术这种艺术雕刻也不错啦尤其是呢，来到教堂千万也不能错过了顶端的壁画，天花板的壁画也是来自于克雷科、提香及勾雅，西班牙最有名的一个艺术家勾雅的艺术作品，都放在托雷多的大教堂里面
有没有看到？这就是我说的唱诗班啦。听说这个座位有的后面呢还有秘密通道啊！这个秘密通道通到哪儿啊？这我倒是不晓得啊，除非我一个一个的去把它翻找啊。这里的唱诗班，你看看啊，多么的哇！你有时候你现场在你很丢，但很丢你看心哦，你很难用言语去形容它。但是从这边你也可以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当时的西班牙，它的国力有多么的强大。你也可以发现一件事情，在711年的时候，西元711年，伊斯兰教崛起之后，你看看，从中东一路串联到非洲，席卷整个非洲，再从北非融合了当时就所谓的摩尔人攻占下来的西班牙。你就可以知道伊比利半岛这一块土地上面，它有多么的特别哦。那在这里所带来的这种文化气息，犹太人、基督教、伊斯兰，哇！你说这个国家被统治过几次？你说这个国家被分裂过几次？你说西班牙现在在欧洲的经济又如何？15世纪以来，15世纪以前，你看这个国家带给你的感觉是什么啊？这就是旅游的乐趣哈。看历史，看现在，看未来。有没有这壁画？你看看这壁画，多么的美轮美奂，多么的令人陶醉啊！来哦，大教堂，我靠，过来翕一下，建于西元1226，耗时的300年，15世纪才完工。在它最辉煌，西班牙最辉煌的15世纪才完工啊。西班牙的3大教堂之一，哥德式的建筑啊，内部则是巴洛克的艺术来主导，把西班牙式的繁复精华之美体验在这儿。这里也代表了西班牙的另外一个特色哈。尤其是托雷多的大教堂，3道大门组成，地狱、赦罪、审判。地上这一个呢，代表是什么？迷途的羔羊吗？这代表是我们进入了犹太区，尤其是地板上还拥有犹太区的七烛台，有看到吗？还有这个七烛台有看到吧？这也就是犹太区，所以我才会说托雷多这个地方带有3种文化。在这一个地方带给你的感受呢，绝对是不一样的，可以说是迷路的中世纪啊！
为什么说是迷路的中世纪？因为进来这里面呢，可以看得到托雷多易守难攻的险要位置啊，也可以发现它成为十字军东征的年代里面呢，维持的天主教在西欧的势力。多年征战后被颓废、被放弃的托雷多，就这样，因为没人会插鼻嘛，意外的被保存了下来。即使在经过1000年之后，我们还可以看得到地上，你看看犹太区的标志、伊斯兰的文化，1000年的这一种大教堂，还能够在这里发现曾经被遗忘的中世纪的欧洲时光。我总希望每一次都能够介绍不一样的西班牙，让大家知道，其实我来西班牙非常多趟哦。我还是抱持着很快乐的心情能够来到这边哈。那我们现在下的标题叫做什么？今天体验了1年4季。为何我下了这个标题呢？因为我们从托雷多离开之后呢，现在我们将前往了下一个叫做萨拉曼卡，你知道吗？这当中我们体验了下雨、出太阳很热、下雪、下冰雹、雷阵雨，你觉得呢？这就是春天迷人的地方。有时候你会觉得说热乎啦，有的人真的一看到下雨的时候，连带旅游的心情都被搞砸了。干嘛这样？何必这样？何苦来哉呢？对吧？就是这样啊。有的人可能淋到雨，全身觉得很多不麻烦啦，哪里都不想去啦，对不对？但是呢，何苦来哉呢？世界就是这样啊，1年4季由不得你啊，由不得你来控制的啊。伊要安怎变，伊要安怎算，拢不是你会使控制，了解不？这就是重点嘛所以呢，这就是1年4季，无相赶快的所在所以今天一天，我们竟然体验了1年4季。谁说旅游不刺激？谁说旅游没乐趣？谁说旅游不好玩？我觉得很好玩啊，我觉得它好特别啊。为什么？因为它竟然可以让我在1年4季，你看早上10几度，现在变1度。很多的人也许会说：“哎呀，你的气候弄不准啊？怎么准啊？现在的气候很难以捉摸，尤其是在春天这种季节，你怎么能想象在南西班牙可以体验到这样？你看，我们经过了2个多小时的下雪，忽然间又变成了出太阳的天气，你说它奇怪不奇怪？真的很好玩啊！来，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地方萨拉曼卡。”来到了萨拉曼卡，一样开始下起了雨，哇，雪不下了，变下雨喽。说真的西班牙是一个非常迷人的城市啊。萨拉曼卡其实也可以说是它是有黄金之城、智慧之城，有小罗马之称啊。它也是一样世界文化遗产哦。为什么有黄金城市之称，有智慧城市之称呢？因为萨拉曼卡位于西班牙中部的卡斯蒂亚自治区，这个地方呢，历史最早期从伊比利城市、犹太教的汉尼拔时代，以及罗马人以及后来的摩尔人。古城当中有非常多具有哥特式、摩尔文艺复兴式的风格、巴洛斯克的风格。西班牙的文豪塞凡提斯写下了《堂吉诃德》的地方。就在这里啦，就在这儿，走进萨拉曼卡，就像走进了古老的历史。你看，又出太阳喽。
萨拉曼卡位于卡斯蒂利亚雷扬自治区，这个地方城市面积呢不大只有69平方公里人口有15万。西元前3世纪到11世纪，萨拉曼卡曾先后遭到这一些不同种族的人来统治，而它的大学更是在西班牙赫赫有名它这里的大学带来的文化，带来的所有传承一切下来的这一些知识啦、经验啦，更是不得了而萨拉曼卡大学大教堂，也就等于是萨拉曼卡的整个灵魂重心的地方，全部在这里那旧城区里面包含它附近的托马斯河，包含88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论为人类文化遗产西班牙最早的大学就在这里，就在萨拉曼卡大学，是西班牙的文化古都之一那所以呢，这一个地方因为它的建筑都是这种土黄色的那因为这种土黄色是在萨拉曼卡附近产的这个石头，他们拿这个附近产的石头来盖房子，这些石头含有黄色的铁质，所以这个城市呢，日头它拍落的时候呢，它会反射出黄色的光芒，因此它又被称为拥有黄金城市之称，包含了它是知识城市，也就是因为西班牙最早的大学也就在这个地方那在这里面呢，旧城区呢也有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主广场那主广场呢，包含市政府用来公布行政命令、联谊、办各种活动所使用的在欧洲主广场偶尔还要来烧女巫砍人头、决斗也都说不定那说到这个烧女巫这也就是你看很以前的人，我们会常讲说，以前的人怎么会猎巫，怎么会有这种心态呢？其实猎巫的心态到今时今日，全世界各地还是存在你自己想想看以前为什么会说她是女巫？有时候就是说她妖言惑众嘛在中国说她妖言惑众那未审先判女巫也是，你只要怪异，只要怎么样，我就用神学说、鬼怪说来把你污蔑现在台湾也是一样有些事情呢未审先判，对不对这个代志媒体给爆出来了，基本这个也假唔知报到这个人我们做人有时候都是这样子阿狗阿猫的小事呢也报台湾的乱象，台湾的新闻媒体必须负非常大的责任我们的新闻媒体还分颜色不同的颜色对他自己的这个政党报的呢方向还不同，这是很好笑的地方。所以由古至今你说有人的地方是不是就有这种舆论呢？是就有这一种口舌之说呢？这是没有办法的来，你看我们来到它的主广场，今天体验了一年四季。我们从进入萨拉曼卡下雨太阳到忽然间下起了非常大的大雪，就在萨拉曼卡的主广场，号称是西班牙最美丽的广场。这里，你说下雪是不是也别有一番风味呢？这附近总共周围绕了88个拱门，有89个纪念奖章献给杰出的人，247个。外面你看看这些阳台247个阳台，96小小的尖碑就竖立在整个外面。小小的萨拉曼卡带来的文化跟艺术气氛是这么的浓厚
雪呢下成这个样子，你看啊，它就这么狂下，下了大概1个半小时到2个小时，雪就停了，哪有1个半小时、2个小时啊？非常快就停了哈。所以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春天啊，澳洲的春天啊，很好玩啊，可以感受到大自然的奥妙。那我们今天也非常的 lucky 啊，看到了1年4季。我们今天呢也非常的棒，我们准备走进来萨拉曼卡，在这个西班牙非常古老的一个城市，也是西班牙第一所大学所在地的这个老地方，来用上一餐西班牙的特色餐食，这绝对是最棒的，也绝对是最难以忘怀的。西班牙萨拉曼卡很棒的一餐哦。为什么？对我来讲，只要能够体会到当地具风味的餐食，就会让我觉得身临其境。你看，这个是 tapas 啊，这 tapas 用小盘子装给我哦，其他人当然没有了哈，我们就吃他们最有名的炖饭哦。这就是老外哈，你看看哈，非常认真的啊，把因兜的物件传给你吃啊，这就是阿独啊你看看哈，餐厅无介大，一间餐厅100几档的历史啊但这个老餐厅内底吃哈，你注意看阿独啊，你坐这个位啊，嘛袂介大哦，他们就是这样哈，习惯事先定位、事先预约，把餐食准备好，让服务人员能够 one by one 的对你做服务哦。有时候你会发现，老是到欧洲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跟美国不太一样欧洲很多的地方大家呢坐起来呢都坐得非常端正不会说哇一张桌子可以坐5个人，只坐2个人这欧洲的用餐习惯呢特别的不一样也希望每一个人来到了欧洲都能够入境随俗那这是我们昨晚住的饭店，一大早它又在下雪喽。很奇妙我们看到雪其实基本上还是很高兴的我有问过当地人其实当地就算讲今仔伊是住伫一个俄罗斯国家的人，基本上因家己看到雪嘛是真欢喜的代志所以下雪你看看多么的让人身心愉悦你有没有这么觉得你看车行开呀的，又开始下起了雪今天我们将从西班牙横跨中部过去，前往葡萄牙。抵达了葡萄牙的先达王宫或是皇宫都可以咱经过这个车站这里是葡萄牙咯感受不一样。15世纪2个最强的海上海权国家，其中一个已经走过啦。我们现在来到葡萄牙，隔几天我们又要从葡萄牙再绕回西班牙。先达距离里斯本很近20几公里就到了，在它的首都里斯本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很近在这里呢，最有名的就是先达皇宫的标志2根大烟囱大支的烟筒大烟囱的下方是厨房，等一下我们走过去就可以看得到的皇宫的外观非常的平凡就像许多联动的白墙屋连在一起1147年，阿方索一世征服了葡萄牙以后，
这里的建筑呢，就成为皇家的居所，使用了近800年了。那现在我们经过的呢，也是皇宫外围区。这个皇宫外围区呢，也就是以前的达官显要在住的。你看前面2根大烟囱哦，这2根烟囱的底下的是灶咖哈。那这到达王宫之前，因为掐是挖的里面哦，所以到达王宫之前呢，我们走过的这个地方呢，以前呢，皇宫贵族、皇家一些达官显要住在外口面，现在一样啊。葡萄牙有钱的人还是一样，也是在外面哦。所以你看哦，比方说蛋黄区哦 ，always 是蛋黄区啦，永远都是哈。你看看哈，这个马德里哈，几年来哈，一直是重要的首都之一啊。你看伦敦啊，你看巴黎等等啊哈。所以呢，这种哈，好像有点不变的道理，它拥有的一些哈，它变成首都重要城市中心的特色啊。那我们现在呢，就往这里。一路走过去，有，这个是葡萄牙非常有名，其实看起来像东南亚的嘟嘟车哈。那这里这个皇宫被用了800年了，一直到了1910年，皇室被推翻了之后呢，这个皇宫是葡萄牙仅存的中世纪皇宫，它也是保有葡萄牙最重要的釉彩瓷砖收藏。什么叫釉彩瓷砖？进来看看吧。看到这上面这么多天鹅，这里叫天鹅厅啊，盛大晚宴举办的地方，还有乌鸦厅啊。而这一些呢，天鹅厅呢，画的是当时的宫女有几个宫女呢，这个当时的国王就命人呢，把这个天鹅画在了天花板上面啊。这里还有乌鸦厅呢，天花板上画的许多，爪上有玫瑰，嘴上叼着丝带的乌鸦。阿拉伯式有葡萄牙最古老的瓷砖，墙面呢，瓷砖呢源自于16世纪啊。那这16世纪的这个瓷砖呢，也就是最有名的阿拉伯厅了。等一下我们就会走过去，就可以看得到了啊。这当地的导游呢，在解释了这些瓷砖的来由，在解释了这些瓷砖的意义，在解释每一个房间所带来给我们参观以后啊，告诉他的历史故事是什么啊。所以一时之间无法全部一个一个听跟大家讲完了，现场看就可以了。你看这上面这个屋顶啊，证明了葡萄牙当时的航海威权啊，他把整艘船啊，船底啊整个翻过来哦，变成了它的天花板。把这整艘船翻过来之后，放在天花板上面绘制的这些彩图哦，所以也在代表着他当时厉害的那一面。除了可以看得到16世纪、15世纪的彩釉之外呢，令人看到
不一样的什么？不一样的先达皇宫，不一样葡萄牙的这一种设计之外呢，我们现在又进来了，在这一个皇宫里面呢，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呢也是一样啊，它是什么？旁边的这个彩釉证明了呢，这些呢瓷砖画上的是以前皇室的狩猎生活的情况啊。那也一直以来呢，是在这一个皇宫里面呢非常重要的瓷砖，也代表了葡萄牙的颜色啊。这个蓝色瓷砖包围的四面墙，绘的都是皇室在先达森林狩猎的情景，还有包含令人目眩神迷的金色天花板。它就是皇家的徽章厅。这个地方呢，天花板总共绘着72个金徽章的房间，有没有看到皇家徽章厅？他们代表了当时皇室贵族最活跃的72个家族，中间呢则是葡萄牙国王的皇室家族徽章，这些都是当时皇室的生活点点滴滴跟它的景色。再继续往后面走，有没有看到72个徽章啊，金色徽章，这些蓝色的瓷砖也就证明了葡萄牙颜色。而在这里呢，其实夏天很热哈，这是一个有喷水池的国王卧室哈。在这里面的地板上有回教式的喷水池，接近礼拜堂的房间啊，这是国王曼纽尔一世以这个房间当卧房，他在海权时代从世界各地带回葡萄牙的稀有物品，上面还有一个金色的浮雕，是葡萄牙船只从印度带回来的啊。他就把这个喷水池盖在他家。而我刚刚讲过的先达皇宫，它从远远一看有2根大烟囱，底下就是厨房。我们现在就走到了这2根烟囱的底下，这里是葡萄牙哦，这里是很具800年的皇室所在地方。看完这边之后，我们驱车再前往欧亚大陆的极西点，这里被称为是陆地的终点，海洋的起点——洛卡加。